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还在山西。今天来看一座寺庙，这一座寺庙比较特殊，因为它和武则天有关。关于武则天的故事，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很多，特别是我们还去陕西的那个乾陵看过，那里呢是武则天的陵墓。那今天这一座寺庙呢，里面呢有一幅壁画，其中一个像，据说呢是按照武则天的原型刻画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里能看到武则天的真容像。关于武则天的真容，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过了。你像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，是按照武则天的真实样貌打造的，这个呢是经过认证的。还有呢是四川广元有一个武则天的真容塑像。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算是又能够看到武则天的真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。现在我们就来进寺庙里面看一下。前方呢，应该就是山门了。看这个建筑，应该也是老的，估计是清朝保留下来的。因为看横梁，这些都是老建筑啊。公主寺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位公主修行出家的地方，从而呢是叫做公主寺。过了山门，我们就来到了寺庙里面，看看这边的环境，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这里非常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参观。这座寺庙为什么会叫公主寺呢？这是由于在北魏时期有一个叫陈姓公主的人呢，当时呢皇帝给她选了一个驸马让她嫁人，不过呢这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呢，这个公主呢就不同意，她想着是自己找一个夫君过日子，但是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，特别是在皇家就更是如此。基本上公主的婚姻，包括那个皇帝儿子的婚姻，都是由皇帝或者太后、皇后这些指定的。那这个公主呢，看到没有办法，于是呢，她就偷偷从皇宫跑出来，一路呢跑到梵市县这里，在这边住下来。后面呢，就出家修行了。于是这个寺庙就叫做公主寺。包括后面当时皇帝给他选的那个驸马爷他就认主了公主这个人，于是呢也跑到这里来，等于守护公主，他也算是出家修行了。那这个寺庙的由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关于这个公主呢，据说是北魏孝文帝的女儿。后面经过战乱，这个寺庙就损毁了。到了唐朝的武则天时期，这一块有一个尼姑，她在寺院的废墟挖出一块1尺见方的五色美玉，专程呢去洛阳献给了武则天。武则天呢非常喜欢，就赏赐了这个尼姑，并且呢下令重新修建这个公主寺，恢复殿宇。后面又遇到战乱，这个寺庙呢又损毁了。到了明朝又经过重建重修，我们现在看到里面的大殿呢，就是明朝保留下来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寺庙呢是2进3院，占地面积大概是4000平方米，也不算小啊。刚进来看到一棵巨大的松树，这么粗壮的还是比较少见，估计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刚刚我是从这里进来的，一进来就看到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在左右两侧分别有一座戏台，这是公主寺第一个与众不同的民俗遗存。绝大多数寺庙只配一座戏台，甚至很多深山古寺是没有戏台的。而这里呢，确实有2座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。我们先去左边看一下这一座，这边有一个保护碑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，这是早期的，现在这个公主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们就去旁边的院落看一下。戏台呢，我们在很多村落里面看到，而像这样有2座的还是比较少，并且呢，这2座戏台都是比较老的。你看上面还写了3月古庙文艺盛会，就是这个地方经常呢会有庙会，或者说有一些表演。那这个寺庙呢，可以看得出来是青砖灰瓦卷棚顶，这个上面呢还雕刻了很多东西，估计呢也有100-200年的历史。特别是这个上面还有一些壁画一样，
这也是龙，二龙戏珠，是清代的。古时候每年农历庙会，村里百姓会起戏班子，同时开台，就是两边呢同时唱。一座呢是唱那个佛教内容的，另外一座呢是唱民间的历史杂剧。就像现在山西或者陕西很多古村落啊，时不时呢还会有这些唱戏表演，他们唱的都是历史上一些故事或者一些戏曲之类的。而这里呢刚好又是属于寺庙，那唱一些佛教的也是情有可原了。这就是有两座戏台的原因。现在来另外一座戏台看一下，这个卷棚顶看的是非常明显了。这两座戏台应该是同一时间建的，它规模形状都是一模一样啊。那可能就是清朝经过重修嘛。我又回到中轴线上面，它这个中轴线呢有三门、壁炉殿、韦陀小殿、大雄宝殿，在两边呢还有一些配殿。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建筑还是有比较多的。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一进院落，核心呢就是我们前方看到的壁炉殿，它是明朝的建筑保留下来的，重修于明朝正德元年，公元1506年，是实打实的明代的木构建筑。我们之前看过佛光寺是唐代的，也看过会稽寺北宋时期的。那在山西这一块明清的建筑非常多啊，这是其中之一。我们看这个建筑还是比较壮观的，它是单檐歇山顶。它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呢，就是这个斗拱。明代的斗拱呢，感觉有点像是象鼻子。这主要是呢，在元代或者元代之前的斗拱很多是起到承重的作用，而到了明代，斗拱装饰就大幅提升，承重的功能弱化。这座大殿木构建筑没有大规模的改造，两坊全部保留正德年间的原始形制。现在进去看一下，这些都是原版的明朝保留下来的，包括上面的横梁都是如此。这个以前是有一些壁画的，现在看不清了。这座大殿呢，差不多500年的历史。这个门也是很厚的。现在我们就去大殿里面看一下。哇，一进来会被眼前满堂悬树狠狠地震撼了。说到悬树，山西最有名的应该是隰县的小西天，还有平遥双林寺。那这一块的悬树呢，它是比小西天的早差不多150年，是国内现存年代靠前、保存完整的全屋通天悬树。这些悬树也是非常精美的，只是说由于这一块属于一个小山村，鲜为人知。现在来仔细看一下，大殿的正中是毗卢遮那佛，结跏趺坐于镂空海水山石台座之上，双手呢在胸前结毗卢印，面容圆润慈悲，眉眼低垂，明代造像独有的温和厚重感扑面而来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封建社会，每一个朝代的造像是有点不一样的。之前我们说，在宋朝之前，那个佛像呢，或者是其他的神像，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。而到了宋朝开始呢，就基本上像是生活化转变，就是有点写实。这个佛像呢，通体采用立粉贴金，金箔呢历经了500年，虽然有磨损，但是我们看这个佛像衣纹褶皱，宝相花纹依旧清晰立体呀。在主佛两侧呢是两尊护法，左侧男像大梵天王，右侧呢是女像帝释天，是完全汉化君臣造型。梵天呢神态肃穆沉稳，帝释天呢凤目温婉。这两尊塑像同样是明代的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重修改动，神态衣料
都保留了当年工匠原始的塑造手法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悬塑，这些上面呢有很多瑞兽造像，有的呢是隐藏在山洞之中，有的呢是在云端，在仙鹤之上，有的呢是架麒麟。工匠呢是利用高低落差制造立体层次感，不用灯光烘托，自然光就能够使这些天然的自带一种意境。另外悬塑下面就是18罗汉，每一尊罗汉神态呢完全独立，没有重复的，有的呢是闭眼打坐，有的呢是眉头紧锁，面露沉思，有的呢是开怀大笑。这些18罗汉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过了，之前还看过宋代的那个18罗汉，这些呢也是明代的。基本上山西这些有名的寺庙里面呢都会有那个罗汉的彩塑。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彩塑有一些佛头呢是被盗了，后面是重新修复补塑的，看起来比较新的应该就是后期前些年加上去的。再往前走一点就来到了第二进院落，前方那座大殿就是大雄宝殿，是整个寺庙的核心，建于公元1503年，比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大殿大概是早3年，是全市价值最高的建筑。这个大殿呢看起来是比较简单，就等级不是那么高，不过呢里面的东西确实比较重要，应该算是国宝级的。面阔3间，进舍2间，就是说这个大殿呢可以这样说，外部不求张扬，内部呢却是倾尽财力打造。刚进入大殿看到的就是3尊主佛，这个呢是华严三圣，中间呢是释迦牟尼，两边呢分别是文殊普贤，然后释迦牟尼前面2侧呢是阿难迦叶2位尊者，总共呢5尊佛像，都是明朝时期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佛像体态呢比较丰腴端庄，肩宽的腰脸，是典型的明代佛造像。特别主佛的后面呢是有很多镂空的木雕，刻满了卷草、飞天、瑞兽纹样。这些雕刻还进行过鎏金，也是经过修缮的。看完了佛像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大殿里面的壁画。很多人来公主寺主要就是看这个壁画，我们一开始说的武则天的真容也是在这个壁画里面。这壁画呢是北方壁画巅峰，是环绕整个大殿4壁的一个水陆法会壁画，总面积呢将近100个平方米，完整绘筑了129组画面。里面呢有神仙，有凡夫，有鬼神，有帝王将相，有地狱众生，浩浩荡荡的齐聚一堂。通俗一点就是说，这是神仙开会图，是明代保留下来的壁画。现在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壁画，眼前看到的是东边墙壁上面的，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呢是有一个大佛，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以为是释迦牟尼，实际的话在这里呢是卢舍那大佛。大家听到卢舍那大佛是不是有点印象？之前我们去过洛阳龙门石窟，那里就有一个卢舍那大佛，据说呢是按照武则天的真实样貌来雕凿的。因为卢舍那大佛建造的时候，武则天呢还出了一些胭脂钱。那这里呢，据说这个卢舍那大佛也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刻画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真容像来刻画的。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，这个壁画是明朝的，怎么可能会以武则天的原型呢？这主要是由于这座寺庙在武则天那个时期重新复建了，在当时应该也是有壁画的，后面到了明朝，可能这个壁画已经破损了，于是呢又重新按照那个模样刻画出来了，可能是这样。仔细看这个卢舍那大佛，确实和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有点相像啊。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刻画卢舍那大佛呢？主要是由于在唐代佛教体系里面，卢舍那大佛就等于武则天的化身佛，这是正史石窟壁画通用的固定对应关系，不是民间野谈。武则天当时为了合理化自己女帝执政的正统性，亲自授意加持卢舍那信仰，公开自己呢是卢舍那佛现世。刚刚说的龙门石窟最著名的
卢舍那大佛就是依照武则天的本身容貌雕刻，是他的自身佛像。那这里我们也刚才说了，这座寺庙呢，它在唐代重新复建的，而且呢还是武则天下令复建，那肯定会留下一些武则天的元素。当时明代画师在绘制这个壁画的时候，就严格承袭古制，就把卢舍那大佛放中间了。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寺庙啊，壁画很少看到主尊佛是卢舍那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公主寺呢在唐代是由武则天下令重建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算是又看到了武则天的真容像，总共是在4个地方看到。第一呢是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，第二呢是四川广元的黄泽寺，第三呢是武则天所谓的老家文水的则天庙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壁画，在这个卢舍那大佛周边呢有天王、星宿、天龙八部、四海龙王、五岳三神，画面呢分层排布，最上面呢是天界诸天，有28星宿、月宫天子，这些人物啊衣饰都比较华丽。这上面呢当时还贴了金。中层呢是四大金刚、观音、大势至菩萨等等。下层呢就是人间帝王、文武大臣、民间善男信女。普通人的服饰啊，基本上完全复刻了明代百姓衣着，就是明代社会服饰风貌。这是西边的壁画，主尊呢是弥勒佛，与卢舍那大佛左右对称。这个弥勒佛呢笑容温和，在这个弥勒佛周边呢是有那个道教的三元帝君、八仙、福禄寿三星、雷公电母等等。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三教融合，在壁画里面有三教融合的还是比较少见的，这就证明啊，在明代的时候，信仰呢是不分佛道，百姓心中所有的神明都能够护佑人间。这一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12生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12生肖，它算是以人物的形象展示的，这是非常少见的，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呐。反正它这里每一组壁画啊，上面呢都有文字标明了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边墙壁的，它分为上下4层，描绘了平民、农夫、商人、书生、孩童，是明代乡村生活纪实画卷。特别是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，他写的是忠诚孝子，手上端了一些东西，可能就是说带吃的给长辈，然后呢带着小孩去看长辈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大殿里面4面墙壁全部都是有壁画的，非常多啊，我们也不可能一一的看完。我们今天呢主要也就是看卢舍那大佛，看武则天的真容像，确实也看到了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壁画呀，它500多年过去了，色彩呢依旧鲜亮，核心就是说古人他有着先进的颜料调配工艺，全部呢采用了天然矿物颜料。他们不光用颜料，还打破了一些金箔，从而呢造就了这些壁画耐腐蚀、不易褪色，也算是古代的黑科技吧。说真的，山西这么多寺庙，这一个寺庙呢还是值得一看的，因为这里呢确实是有很多故事，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北魏时期的公主来到这里出家，然后呢这里还有武则天的真容像，就不光是寺庙，还有着其他的东西。那今天我们这个寺庙就看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